哇，太帥了 ！TFP 最爺們兒的那個男人，他重置了！我就說這麼多年害一咋還不出？原來他真的值得等待，而且這還不是一個簡單的重置，齒輪工廠永遠不會背叛 TFP 迷友。歡迎來到少主一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齒輪工廠的這一款害一，哇，這也是等了好多年的。盒子相當的漂亮，可以看到这個峰會畫的特別的帶感，也是動畫裡很經典的一個名場面，跟隔板在這裡打鬥，後邊的天陣飛過來，模具的精度還是很高的，縫隙對的完全的沒有問題啊。塗這種深藍色的處理，跟原版的害一是不同的，這個顏色會更還原動畫片裡邊的樣子。要摳細節，身上還是少了一些黑色的條紋，以及下方這裡的一些黑色的塗裝面。但是呢，因為變形結構這一邊是兩條腿，如果說做成了黑色的話，在人形效果下就面臨了這個顏色轉換的問題啊，這個也是變形金剛由來已久的一個大難題了。但畢竟它是一款當年的 V 級別玩具啊，它的身上零件數不可能像現在 MP 那樣去處理。好在呢，這一次齒輪工廠把這一塊的駕駛艙換成了黑色的透明件，下方3個起落架的輪子都是可以真實滾动的，哎，你別說，還能推機。尾部這裡有重新制作，看起來更乾淨整潔了一些，包括下方的輪子、起落架都是可以疊放起來的。在底盤的位置設計結構也不太一樣了，在最小的改动幅度下完成了最好的效果。也確實啊，當年 RID 的這個模具底子設計就很好啊，在為數不多的 RID 精品裡邊，害一也算一個，另外的一個就是千斤頂了。配件內容，2個飛鏢可以搭載到翅膀下邊，也是比原先老版本多加了幾個孔位，還多加了一個手機，還是個翻蓋的呢。這個在動畫片裡邊也有登場啊，也能想着把這個小配件做進去。齒輪廠也是用心了，小飞鏢的造型做的也對啊，細節這邊緣的塗裝，另外還帶了2個不同表情的替換面調，也跟原先老版本做的不太一樣了，並且增加了涂装的細節，讓樣子看起來更接近動畫片裡邊的感覺。哎，武器組就更豐富了，害一標誌性的这把軍刀，這個是不可以拆分的，側面的扣子可以插在頭頂這個孔裡面。刀刃的部分也有塗裝效果，非常的漂亮。害一兄標誌性的這把大炮，可以2個手這樣握持，倒着拎。上邊的細節塗裝也都是完全照着動畫片裡邊的那個設定感來的。側面這裡多出來的扣子也是為了搭載到機頂啊，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啊，這塊應該取消掉，整個看起來會更乾淨一些。我們把這一塊刀刃拔下來，後邊這裡的握把拔下來。再次進行扣合，這裡旋轉一下，哎，就組成了另外的一把軍刀。那還原度自然這個不可變形的更高一些啊，但是也能一體把它收納起來。那咱們也是进入這一款的变形過程，看看它這一回改動的這些地方做得如何。首先第一步，襟翼的位置，我們把它打開扣子，翻折起来。水平尾翼根部這裡有一個插扣帶倒鈎的環節，把它先拉出來，再往下掰，拉出，再往下拖鬆。腿部在机翼下方有一個連接的扣子，打開。後邊的尾噴也比原版 RID 的那個做的更大了一圈。下一步在胯前方這裡的2個扣子同時脫開，左右這裡對着90度轉橫，中間有插扣。鎖起來，然後把前方的裙甲扣上，裡邊的扣子再插合，進行2次鎖定。這樣改动的話，就導致了這一塊的結構更加穩定，不會像原版老玩具的那個樣子啊，合起來襠部中間有一個大的縫隙，很容易崩開。再一個平攤開，在飛機底部這裡非常的難看，下方還有孔洞。現在用這一塊前裙甲翻過來堵住了窟窿，這一塊再90度翻折，前方這裡就不會很突兀的形成一個大方塊。哎，這個改的用心思了，最起碼。接着翻到腿後面，這裡有一個新加的小蓋板，也是堵透膠窟窿的，把腳尖翻出來。側面這裡起落架的部分，我們剛才已經收起來了，把這塊收好，腿蓋住。接着順着根部這裡球形關節往上翻，這兒有一個小插扣，扣進去。
這個地方改動的細節也是比老玩具更加還原动畫片裡邊把水平尾翼放在了小腿肚子的侧後方，哎，这个就看起来更舒服了呀。翻到后边来，小臂和尾喷下方这里有2个大插口，同时的打開，然後往出拉伸，通過根部的雙關節拉開以後，中間還有連接的插扣，我們打開。整個的胳膊卸出來，垂直尾翼的部分把這裡先打起來90度，然後主翼在開背的時候注意要先翻右邊，前方這裡有一個咬扣的位置，我們把它拖開，再拉起來，雙關節往後搓，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為什麼先拖右邊了，中間還有一個咬扣的插樁，如果你先這邊的話，容易把這個樁子掰斷了。現在就可以通過這一塊再讓過來根部的雙段關節。翅膀調整好角度，機頭這裡肩胛左右打開2個插扣，然後根部有一個雙段關節往出拉一拉，打開這一塊的扣子，整個的拔出來，轉一下，起落架的這一片掰着中間1分2，根部的滑槽推到底變成腹部，中間的這根桿子拉下來，鼻尖折進去，中段位置的蓋子整個翻起來，把頭順裡邊拔出。現在我們先把這一塊的框架扣合，機頭往回扣合的時候，中間立起來的這個棍子穿過中間的方洞插過去。從這裡看，捅過來頂滿之後，腰部下方左右的2個咬扣再掛上，肩胛稍微調方向，根部這裡球形關節讓過來，雙關節提上去，小臂扭到正確的角度，打開蓋子。這一回也是另外的一個改動點，它的手可以藏起來了。在原版 RID 的時候啊，2個手就那麼支棱着放在尾噴的地方，特別的礙眼。當時就想着，為什麼不把這倆手藏一藏呢？就缺這一個蓋子一個軸嘛，它就是不藏啊！你說氣不氣人？並且這一次的手還改成了4指連在一起的可動手，哎，起碼4個指頭中間加了一關節啊。最後調整後背的蓋子提上來卡住。頭部這一塊拉過來，擺好角度。哇，這個效果真的太棒了！不枉我等了這麼多年，現在重製版出來了以後，最關鍵的一點，它放大了，身高來到了18公分左右。TFP 的老迷友們都知道 ，RID 的氦翼它做小了，那個時代的孩之寶已經開始縮水了，而這一回終於放大了一圈，變成了這個正常的比例之後，看看跟老 V 擺在一起的效果，相得益彰。太漂亮了，真好看！這個身材比例，這才是 V 級別玩具應該有的身高尺寸嘛。再來看細節，首先就是這個面雕哦，樣子看起來就跟動畫片裡邊更加的接近了。而且整個身上的這個藍色的效果，對於動畫片的這個深藍的還原度，還有它身上表現出來的這個光澤感做的都是不錯的。仔細看每一個地方，它連水口的位置都給你重新的修整過。拿到手以後，並沒有那種卡着邊的那些毛刺和水口特別大頂在那裡的效果啊。哎，這個工藝上面就很好，在這些細節點綴的部位也增加了塗裝，紅色的小勾邊兒，尤其這個膝蓋的細節塗的也是非常好看的，金屬色點綴個紅線條，腳尖的位置專門還做了跟動畫片裡邊很相似的腳背上面的一條黑色。同時，在這個位置還增加了一個接地的關節，腳尖可以左右扭動了。小腿後邊堵窟窿也是增加了2個金色的蓋板，並且這些關節的阻尼感調教的還是非常好的，折起來很舒適。但也避免不了這個藍色的零件，畢竟沒有全件上漆啊，多少還能看到一些水紋。最關鍵是能把手臂變形收納起來啊，這個改進點相當的加分。肩膀位置變形的需要，你也可以通過這個關節進行下拉，調整不同的高度。後背變形完的這個孔位，我們可以用來插軍刀。雙手再把這個大炮一拎，太帥了，太帥了！這個真的太帥了，而且這麼重的一個大炮啊，你看它的支撐穩定性非常的好，它的重心把握的很好，關節的支撐阻尼感也不錯，才能把這麼粗這麼長的一個大炮雙手拎得這麼穩。不愧是齒輪工廠，他真的是很懂 TFP。就像之前總說的一句話，專業的事情還需要專業的人來做，甚至有一些很不走心的，就重製再版，或者說還不如以前的老玩具改得一塌糊塗，
也可以叫重置版。关键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不懂。外行指导内行才能做出来那樣的结果。反观齿轮工厂的这个厂家，他起家的时候他就是做 TFP 的，包括他最初的时候做的一些配件也是服務于 TFP 的这些角色，所以很明显能感觉到他就是吃这碗飯的，他干的就是 TFP 的活，他服務的就是 TFP 的民友，而且他很懂 TFP 民友需要什么，需要改的点在哪里。这一次的骇翼不能说他做的100%的满意吧，但他改的几个点可是相当切入痛点的。首先，手臂的收纳，腿部的改模，这个在老玩具基礎之上遗留下来的这些老問題，一概的全部咔嚓掉，重新開模，重新設計結構，讓最後的完成形態特別的棒。其次，顏色的調整，頭雕的改模，也讓動畫片的還原度更上了一層樓。身高比例線的重塑，還有這些武器配件的添加，也讓當時 TFP 民友們在經歷了出版的到 RID 的2版的時代，乃至於到了後邊野獸獵人改得一塌糊塗的時代，看着 TFP 玩具線一點一點墮落，痛心疾首的時候，為什麼把這兩款產品放在一起 ？RID 時期這些成本縮減的問題，它又給你補了回來。出版時代的一個良心好模具。但是 RID 的老威他做的不行，用出版的 D 級別放大了改模了以後，這擺在一起搭配出來的效果還非常的棒，所以我最終給這款骇翼的評價是既錦上添花又雪中送炭，太棒了，相當的滿意啊！也是在馬年的春節即將到來的時刻，真的是一份對於 TFP 民友非常棒的禮物，我真的太喜歡它了。唯一的問題還是在剛才機型時候說的一些細節的塗裝缺失，你腿部的顏色可能改不過來了，這裡再加一點小黑條的點綴，效果可能就更棒了。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齒輪工廠的骇翼做得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